刘三爷，再宽2日。500文戒了3年，利滚利3冠，天经地义。死人还不了账，活人嘛，总有法子还。是哪儿啊？不是我的手。哥，你醒了。哟，真醒了，命还挺硬。周二郎，你娘欠我3贯，今日按印，往后慢慢还。不按，3贯钱拿不出，去刘家做2月工，不就有饭吃？他还小，能端碗就能做工。周婶子，别逼我不给你们留脸。刘三哥，怎么，周二郎想起来欠账了？欠债还钱，大言律也认这个理。可既说是契，就得有契书。这份文书如今在刘家府邸，还是在你身上？自然存放于刘家府邸。文书并未在此处，如今逼迫家中长辈按押凭据，按的是你一笔。反正你们欠钱。500文是500文，利钱是利钱。郎中要钱另有郎中，抬我回来算人情。混成3贯，刘家知道吗？行，明日我带契书来，祖老李正家的人我都请。还有你落水那事儿，最好想清楚再开口。河边石头滑，没人推你，记住了吗？哥，你落水前就是被他们追到河边的，你手里还攥着东西，他们要抢，你不给。他们怕的不是账。周二郎，别装死，三爷落了东西，咱们回来取。烧了，二郎，快烧了他！娘，别抢，别喊，你一慌，他们就知道东西在这屋里。哥，怎么办？藏灶边，破陶片下面，先压灰，再盖柴。藏好后，把瓦盆捧响，让人听见。越多人听见，越安全。周婶子，别怕，三爷说了，捞了点东西，取了就走。今晚先把话说明白，省得明儿祠堂前你们一家乱咬人。刘三哥刚走，落的是账，还是人命？你少扯！契书在刘家，你们不去刘家取，半夜来搜我这张床。周二郎，你落水前干了什么？还记得几分？刘家又怎么了？谁在外头？我只记得刘三哥明日要带契书合账，两位今晚来问的却是我落水前的事。少装糊涂！你从河边钻回来的那张纸呢？纸，欠债要契书，你们不去刘家取契书，来我家找纸。老子问你什么，你答什么？诸位乡亲若还在窗外，劳烦听一句。刘三哥明日说要带契书合账，今晚却叫人闯进我家翻灶踢柴，不问欠债年月，不问还钱数目，只问我河边带回来的纸。你少往外嚷！我不嚷，明日你们就说周家自己认了。退后！别碰他，
让外头人看着。明日合账，今晚搜屋，是怕账还是怕纸？谁在周家闹？德叔，没什么，三爷落了东西。取东西取到人家床上，刘三明日要合账，就叫他明日带契书到祠堂前说。今晚谁敢在这里暗印搜屋，就是不给周氏留脸。行，明日说。这一笔是气，还是令子被水失掉了头？他们怕的不是周家钱不回钱，是怕这篇烂纸明日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娘，你记3件事：第一，不认整账，借过粮不等于欠他口中的所有钱；第二，旧债是旧债，利钱是利钱，要钱带偿银都要分开问；第三，不想先说纸，让刘三先把账说圆，说的越多，错的越多。那我呢？有人问落水的事儿，你就说看见他们追过我，别添别猜别急。二郎，你真撑得住？撑不住也得坐着，人多，他们就不能只把话说给咱家听。周家怕是赖不掉了，刘三的钱也敢欠，胆子不小。德叔，今日劳您坐镇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周家旧年借银，后来赊药借粮，又有我替周家还给外头的代偿银，多年利钱滚下，本利核算7两6两3分。是借过些粮。娘，借过粮不等于欠下他口中的整账。你娘都认了，你还要狡辩？这些本金、利钱、药钱、代偿银，今日都算在一张账里。不错，那就一项一项说。旧年借银是哪一年？谁在场？谁作保？白纸黑字，他爹手印在上。我问见证。村里借钱还得敲锣打鼓请人看。没有见证，先记下：2两8钱，月息3分。春天借1斗谷，秋后还2斗，明年再返，3年就成8斗。照这个算法，村里借过种粮的人，3年后都该卖田卖屋。我家前年也借过半石谷。再说代偿银，替谁还？还给谁？有没有收据？你爹活着时欠外村缴钱，我替他平了。外村哪家？哪一日？收据在哪儿？周二郎，你病了一场，倒学会审人了。不是审人，今日不怕刘三爷说的多，就怕说不清。够了！周家今日按印便罢，不按就是赖。契书都在你手里，昨夜你的人为何踹我家院门，翻我家床铺，搜我家灶灰？若只是讨债，为何先问河边，再问我落水前攥着的纸？那纸本来就……闭嘴！祠堂前合账是合清楚，不是逼人糊涂按印。契书账本要像抄录一份，旧债找当年见证，利钱另列，还过的粮、担布都记下，代偿银没有收掉，便找人对。今日周家不按印，还有夜里不许再闯周家，谁再去，别怪我叫族里开祠门。周二郎，嘴利是好事，就怕命薄。账内清钱，我会细明。周二郎，替周家代偿银做口证的赵宝，今早被刘家人叫去镇上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天没亮就走了。证人被带走了。哥，门还没修，今晚若他们再来，咱们挡不住。
今日赢的是话，今晚守的是命。这门得补，不补夜里不成。昨夜那样撞门，谁家受得住？这要换成我家，婉儿怕是能吓掉魂儿。昨夜闯的是周家门，可门纱这东西谁家都有。周二郎，你方才在祠堂拆那账，若是租古账，也能那样拆？我不问谁怕谁，只问一句：若今夜被撞门的是你家，明日谁替你说清楚？去请德叔和方叔手留一步，就说今日祠堂的话还没落完。祠堂里话已说清，你还想怎样？德叔，祠堂白日能讲账，夜里若还任人撞门，搜屋逼印，白日那句话能有几分重？第一，夜半讨债须有族老或近邻两人在场，无故撞门入户，次日到祠堂说清。话是好话，可刘三听了，怕不会高兴。规矩不是单为周家写，也不是单押刘三，往后谁借粮借钱，谁讨债还债，都照一样的话说。德叔今日护堂不是我周二郎，是村里白日还能讲理的脸面。你笑什么？我笑这话能写。你说3条，我写，短些，村里人看得明白。这可使不得，咱家还不起。我就定2根木条，不算啥。算。今日1根木条，夜里就是1条命。拿块破瓦，炭也拿来。谁借了木，谁出了力，都记下。人情不记清，帮一次就成糊涂债。那你写我念。门修上了，村里人也被你叫动了。赵二郎，你让村民出木出力，是不是想借村里的事当周家的债？一步接一步，祠堂合账，傍晚立约，让乡邻修门。你早想好了？若早想好了，昨夜就不会差点被人翻了屋。哼！少拿兵器堵我！我再问一遍，你到底想从村里换什么？第一，债可和，周家若真欠，不多。第二，假账不可认，7两多的债印、旧债、利钱、代偿银揉在一处，谁敢闭眼案？第三，夜闯不可纵，刘家能绕过德叔，绕过祠堂，半夜进门搜纸，那以后谁家有借条，谁家就得怕门响。第四，口证不能被债主单独带走，替周家代偿银做口证的人，今早被刘家叫去镇上。若他改口，明日祠堂重合什么？人确实今早被叫走。你说的齐命，齐命话不一定能办齐命事儿，所以才要小事先清。德叔要稳村，我要活命，路若堵死，谁都不好走。德叔，镇上有话捎回来，我叔看见刘家管事带了赵宝进后院，不让他出来，还叫人拿了纸进去。后院有人说，明日前得把旧口证改了，按了手印再走。改了口，那我们还怎么说清？你叔亲眼见的，亲眼见带人进去。后头的话是灶房听来的，我叔怕惹事，叫我从小路跑回来。若赵宝改口，代偿银这根梁就抽了，旧账重合，只剩刘家账本。明日祠堂若还各说各话，刘家不用砸门，村里自己先乱。
所以今晚不能值守门，得先立规矩。立规矩可以，可别叫我们跟刘家打。我家男人腰不好，儿子还小。不打，打了才给刘家递把柄。不打，那守什么？点灯、喊人、看见、作证、报信儿，口头说过就散，写下来才算。每夜2户出丁，巡村口祠堂路、周家门前。外来人夜里闯门逼债，职业人明帮聚邻，由德叔问明问由，方先生记下。真撞上人，谁挨打？不追，不私斗，敲棒叫人来，就是村中见证。今晚要的不是逞降，是让人知道村里有眼睛。定帮声，3下急帮，夜闯，一长两短火到，锣响一声，聚祠堂。凡债银、工钱代偿、暗印之事，不得夜逼私案，须村正问明，书手落字，2邻见证，留存一纸。再添一句：此约防夜闯私逼，不替人赖债，旧账重合，该还者仍还。没有这句，明日祠堂上我不开口。天，规矩若只护赖账的人，没人会信。明日祠堂我先念夜禁，这纸不是帮周家，是给村里挡祸。赵宝还没出来，刘家管事请了镇上10字中人，天亮前要把新口证写妥。还有一句，刘家管事说，周家夜里聚人，是想扰村抗债。明日祠堂不只问账，还要问这个。明日祠堂怕不是只问债了。那就更要让这张纸先站住。今晚在周家院里，明日他们准拿这个说事。德叔，这算不算周家聚人？纸若只放在周家桌上，明日就是周家私谋。今晚按村正名义巡一遍，明日就是村中守夜。今晚不是帮周家，是防夜闯。方先生，另起一夜，造职业小部。写时辰、人名，走哪条路，有无异常，谁同见。小约是规矩，小部就是今晚的证。去叫近邻，别说周家有事，只说村正点夜巡明。谁知道是不是周家惹出来的事儿？我们跟着掺和，回头被说成同党。今夜不议谁欠债，只查有没有夜闯逼印，外人采路，不来的不强拖，名字记下。谁值夜，明日有守夜证；谁不来，若自家夜里被人敲门逼印，村正也不好替他作证。田老四、栓子、庆贵、村口，方先生跟我走祠堂路，许赵带2人，周家巷到赵宝家，不许追出村口，谁追出去，明日我不替他说话。行，我去村口，要是白跑，明日谁请我喝热汤？我跟四叔去，我认得镇上来的车印。他身子还没缓过来，我不走远，只看痕迹。德叔，这边，这印子新得很，不是咱村谁家牛车印。镇上往这边来，若走正路，不该压这块泥，赶集车也不会贴沟边，容易翻。别踩！白日里我还当小孩乱摸，原来不是。别动，明早带人来看。等。他们真要说周家夜聚？不是要说，是已经在替明日的话铺路。别踩坏了印子，难怪要从镇上抢字。可疑残纸，赵宝家外，栓子先见，众人同见，仍不计刘家。
记下，拆垛掏空，篱笆折向窄巷。这不是讨债，讨债不用踩姑娘家的路。明日祠堂，我先念夜禁，再念巡部。谁说周家夜里聚人？先问我这个村正点名算不算聚众？那道记号不在岔口，在熟人贴墙抄过去的位置。外人来过不假，可外人未必知道哪条路避开狗，哪面墙根不惹眼，哪户人家夜里最少点灯。明日要问的恐怕不止刘家。昨夜那条路，外人走得太熟，先把标记补上，看今晚还有没有人来。标记也定自己人，昨晚那记号位置不是外人能摸到的。赵宝家外那块歪石挪开半指，方叔手记下原位和新位。我守这里，人若再来，我追。看见影子也不追。人都摸到后篱了，还只看？今日抓错一个，明日他们就说周家夜里聚众拿人。咱们要的是他自己留下的痕。谁追出村，明日先罚谁。我只看。他在村口草沟蹲着，见我就跑，我拎住他，他才说有人给钱。别吓他。分开问，逐条记。你叫什么？石头，镇边脚店帮人跑腿的，没钱生气就打砸。给钱的人长什么样？没看全，他包着旧布巾挡半边脸，个子不矮，鞋底宽，走路重，身上有马槽味儿，还有油灰味儿。他让你问什么？周家后篱，还有阿离家那条窄巷，说那边绕过去快。让他自己从头说一遍，谁都别插嘴。我在后篱笆那儿看见的，那人脚印大，不是咱们村的。复述前后大致相同，未受逼问。去后巷看标记。德叔，狮子动了。我看见了，就一个影子往村口小路去了，现在追还来得及。不追，影子抓回来能说成村里人，痕迹留在这儿，他赖不掉来过。又是这东西，细韧，沾油灰，还有马槽气，脚垫捆小货、拴马具、扎布巾边角都用得上。他回头动后里，却没去碰赵宝家外歪石。他知道这里要紧，也可能故意不碰赵宝那边，留着给咱们移。赵宝不能放，也不能咬死，谁咬死，谁替后头的人省力。德叔，这路上来人了，有刘家那边的人，穿青布长衫，身边跟着个脚垫跑腿的，肩上搭旧布巾，鞋底宽，还有个十字保人，手里拿着纸，折得整整齐齐。昨夜的路，今早就要变成他们嘴里的话，青线带、残布带、石头也带。去祠堂，让他们念纸，咱们也有布。来得倒早。周村正，欠账有账，抗账有证。今日祠堂开门，总该让乡亲们听个明白。刘怀，祠堂能说话，但不能扣帽子。今日各拿凭证，谁也不许逼人按手印。村正公道，可昨夜村里巨人持棍，刘家听了总不能装聋。若旧账不清，又有人夜里结伙，镇上怎么想？进祠堂说，外头风大，话容易散。村正要凭据，好，把纸念了。今有周氏旧欠刘家2股未清，昨夜村中巨人扰路，已有阻脚店旧道抗债之意。周村正愿保村中不阻旧路，车脚照常通行，并愿画押为凭，日后不得反悔。
这是认旧账还是认昨夜抗债？问你保哪一句？旧欠2股，你见过元气？未曾。昨夜巨人扰路，你昨夜在村里？也未曾。足脚店旧道，地界文书在哪里？官府定过路。3件事，1个手印，日后算哪件？旧账、昨夜还是路权？答不上来就别按。这不是把人往套里塞吗？不过把几件事合在一处，省得日后再生口舌。几件事合在一处，按1个手印，日后才最生口舌。一张纸写3件事，就要3样凭证，没有凭据，却要1个手印，这不是省事，是套人。念出来。保人称未见元气，不在昨夜村中，不持地界文书，只照只念，不保昨夜事，不保地界。我只是照纸念，只是这般写的。今日祠堂里不按这等混纸。好，不按也罢，可村里的路总不是周家一家说了算。清溪脚店不是只替刘家跑腿，刘记西仓收不收散粮要看账，盐货赊不赊，脚工愿不愿进村，更不是村正一句话能定。我家秋后还指着卖2担谷，盐若涨了，谁家扛得住？回西仓，让下管事把清溪脚店那个分账也翻出来。赵哥，咱们就等3日。今日能用字挡住1张纸，挡不住人家卡粮卡盐扩路。刘家有账本，咱们也要有账本。村里得知道自己的粮往哪儿卖，盐从哪儿进，工从哪儿请。3日后和期之前，先把各家的欠收出路都摸清。我家欠刘记租谷1担7吨，秋后还。盐缸快见底，牛还有1头，老了拉半车粮还成。报账不是认债，是记名，谁也别怕。板车2辆，能跑临镇的，我、庆贵、赵满仓。再远得问老脚夫。烧炭3家，边窟5、6户，草绳不少人会搓。清溪脚店不走咱们村，东西也不是全出不去。三哥，赵哥，刘家人又回来了，这回不是一个账房，后头还跟着下管事的人，带了匣子，带了文书。3日期限还没到。方叔手，别合部，另开一行，即刘家不满3日提前回祠堂，来人几名，带何物，一样不漏。周村正，3日太久，元气到了，何必再等你们串供改账？刘记西仓下权，村里人叫我下管事。景和6年，周家灾年赊粮，将西澳新界沟3亩薄田，并通镇旧路缴权抵给刘记西仓，契在，账在，见证在。西澳，我家田野挨那边旧路缴权又是什么？村口那条路也算。究其若真，西澳田界要重合，村口旧路不得由周家村私拦，欠账拖延，利息并入联保，也合章程。户房收宿，西澳南艮，后西地界待重合。文书已经递进衙门，官面流程不等你们祠堂点头。粮盐联绑总账，7户同列。刘记西仓不收散粮，清溪脚店不走你们村，盐货不赊，缴付不进，你们拿什么等3日？官面都递进去了，这还怎么说理？景和6年，有西澳新界沟这个名吗？不对，新界沟是景和9年大水冲沟后才叫的，早先叫西澳老沟。是9年，那年我还带人修过沟里，换册后才这么喊。景和6年的契，写了景和9年后的地名。刘账房，这契还是后写。乡下叫法混乱，写契的人听错也有。方叔手，举到窗光下。纸先锯旧，印后压痕。刘账房，你们西仓的印能隔3年追着折痕长？这契有鬼！押契
气，拿家之屯田。许昭，别血口喷人。戚有仪可以送人河宴，不是你3两句话就定假。我没定假。方叔手，记：旧契地名与年不合，其封印待核。此契未合前，不得入村帐，不得压地界，不得压旧路。我以村正身份说一句，此契存疑，为何不得作数？徐小哥眼力，旧契有疑可以和，可旧契之外还有护房明帖、豪强宝帖、良言总账，官面流程已经递进衙门，不等你们祠堂点头。旧契归旧契，护房明帖归明帖，宝帖归宝帖，总账归总账。4样东西，谁也别往一张纸里塞。若我不留朝见呢？那更好记。方叔手，写：刘家持官面明帖、豪强宝帖、联保总账押村，却不肯留抄见核验。3日，祠堂对账。旧契存疑，但良言那本总账3日后还是要对。旧契是假的，总账不一定是假的。刘家要的不是一笔旧债，他们要的是西澳、南耿、后溪，一片片撕开。7户田名统一笔记圈过，有人早就挑好了要囤哪块地。总账里盐扣项也对上了，缴钱、盐引、换册费，写法一样。收。赵哥，布上有油灰，跟白天的跑腿鞋底蹭下来的差不多。都张嘴，往祠堂去了！别开大门！后溪，他们跟着我来的。后溪，他们去后溪门。下管事的人，钩子放进来就完了。别信刘家朝见。白天你跟下棋站一处，夜里又装好人。按主上。沈七、夏二、刘一，什么意思？刘家拿1成，下管事拿2成，剩下7成，才是真正要田的人。县西沈宅账房，刘家就够压人了，再加沈家，良言路还要不要？你到底是谁？西澳陈家，陈大河是我爹。陈大河，他不是早死了？景和9年，死后3个月，册上说他按了印，欠粮、欠盐、欠缴钱抵给保人。我娘去喊冤，回村路上摔进沟里，我给下泉跑腿，不为救你们，我找那半夜分账夹页找了3年，今晚偷到手，才知道你们也在册上。抄，只抄要紧的。清溪脚店失了账房夹页，盗账贼逃进你们祠堂。周正德交人，今晚不牵连周家村。今日交人，明日交田，后日交命。祠堂门我不开。写3份，第1份真摘录，第2份只写7户名单，第3份假夹页，写夹页藏在村西旧磨盘下。给谁看？给那个最想知道他藏在哪儿的人。念一遍，记住，纸还给我。赵哥，村西旧磨盘附近有人影，我们还没过去，那影子就往大路窜了。村口有火，不是脚窝的人，是官差。不是他们来得快，是有人给他们开了路。
谁？祠堂里。奉帖办差，开门！我许召周正德打盗业逃逸之人，西澳7户田，今夜封界。田不能封啊！我家全靠那2亩破地。周正德许召盗业人，3人先锁，西澳7户田，今夜封界，天亮验收。许召收赃，周正德护着。7户聚着青壮要抗气，差爷可不能听他们拖。我听见了，许召叫青壮去后溪守救磨盘，还说谁来都拦。听见没有？守路聚众抗丰田。周正德，你还说这是公义？我是村正，今夜人是我留的，灯是我点的，要锁先锁我。方书手，念公义。周家村祠堂公义，今夜起不认夜契，不认无原件旧账，不认死人画押，不认7户同契私押。西凹7户田，需天明当众验元气、验户籍、验田界。方书手，念背面。卯前，西澳7户旧欠底田，周正德许召，聚众抗气，盗业人逃逸论。你们说今夜临时查案，可纸上早写了卯前封田，未进村，罪名先定；未验田，封田先定；未验人，逃逸先定。一张血污烂纸也配挡差？挡不了差，能挡私差。真差查案先验元气，私差办事先锁人封田。举帖在此，再拦就是聚众抗官。齐凤偏了，称谓也不对，本县帖文不这么写。进门不接道不看绳，不问庆贵侯商先拿报案人，这是办案还是灭口？南埂界石旁刚插的新桩，泥还是湿的，人听见锣声就跑。他们不是从村口正路进来的，后溪绕进，篱笆折口有人提灯带路，灯罩上系着青绳结，我看见了。清溪酒店、传霞夜的绳结，跑夜路的都认这个。丰田的人还没验帖，界桩已经插好了，锁人的帖还没念完，罪名已经写在血书背面。官差不走正路，从后溪被人引进，今夜这叫办差还是分田？好，今夜不与你们村民争，天亮县里点使亲来，谁签了公义，谁夜里守戒，谁窝藏盗验逃逸，一个个问，到时候可别跪得太快。沈宅账房，明日辰时到周家村验气。县西沈宅，脚上压着记号沈七，不是也下场，是他们终于不躲在纸后头了。新的县奏县正。这是贾家业的字帖，庆贵呢？村口捡来的，只剩这个，后溪那边没人应。他们知道你在调人。庆贵那边呢？后溪还没找到人。先保住手里的，找人的事，天亮再说。
别碰，纸就是给你碰的。这印子深，像背着人走。不像背人，像怕我们不追。有人刚擦过。庆贵跑夜路打的是死扣，这个活扣绑鸡都嫌松。血是真的，人未必在这儿出的事儿。凶手不想我们在这儿找到庆贵，是怕我们不追。可庆贵要不是被拖走，怎么会没影儿？许照，你说指甲、写真，人又不在，这不是更乱吗？去后溪老槐树。凶手若没走远，还能堵住。后溪老槐树，快！没有朝后溪方向。我回家叫人，我只是怕出事儿。叫人用得着往黄坟沟里钻？青丝，我说后继老槐树，你跑磨盘后岸沟，谁告诉你那里有人接话？我没杀庆贵，他们说不照做，我家2亩坡地就没了，我连我坟边都要划出去。谁？灯罩系青绳，声音像清溪脚店走夜路的，他让我喊，让我带你们来救磨盘，再把人往后吸引。拖多久？就半刻，他没让我杀庆贵，只让我拖你半刻。半刻够翻1间屋，够换1份纸。谁知道血书在哪儿？就我们几个，不是庆贵，是血书。赵儿，别进来！纸，他们翻纸！放书手！谁给你开路？我没见脸，有人拿县里的印押式，说出事有人兜。绳结换了，原来是死扣，现在是活扣。我真没动。不是你，他们换走了。超剑保住了，祠堂那边周正德压着，赵二顺也压回去了。庆贵找到了，在后溪芦苇沟，还有气，可说不出话，手里一直抓着青绳。跑了一个，沟里有车辙，往北。县衙主簿私印的边样，我在旧夫封皮上见过类似缺角。典史天亮亲来，辰时沈宅咽气，没有原件，官面上我们怎么接？沈宅送帖，请许相公陈尸前赴宴弹劾，乡绅书吏差役都在，官面见证。民宅请帖写官面见证，本就不对，这不是请帖，是催命状。陈氏不当，沈宅便当许相公心虚看官。告诉沈少东家，我去。赵儿，不能去，他们刚偷了纸，又请你过去，哪有好事？不去，他们说我怕；去了，他们以为家里空了。真钞片入祠堂暗柜，外票套假文袋，袋口用新麻绳扎，折痕照旧做。你带人赴后墙造房柴垛，有人进来，先堵退路，留活口。穿上，造5点半盏灯，坐窗边磨墨，别说话。要是来的是村里人呢？那就更要看清是谁。
你一个人认了，周家村7户田还能安稳？血书来历不明，误传伪书，惊扰乡里，签字暗印，沈家只追你一人。许昭，要不先保田？保你们？他刚才说只追我一人，当着你们的面说的。昨夜3更后，血书原件才丢。你沈宅天亮就送帖，认错文却把乙意写进去了。保洁人周正德，村正何时答应替我保洁？沈少东家，我的名你们写得顺手。惊扰官气，辰时未验，结果先写死。你们不是等我认错，是早我的错写好了。许相公说人证，我这里也有一个。血书谁教你写的？诸位看见了，人证在此。许昭伪造血书，聚众抗气，按律该拿。被青绳勒着手写字，算供还是算押？许昭没回家，可有人偏偏摸进灶房找他，找的不是人，是这只假袋。庆贵手上，昨夜闯许家的活口身上，今日摸灶房的人身上，同一种绳，同一种结。沈少东家，你说弹劾，手却还伸在我家墙里。听清没有？今日把许昭交出去，明日7户田也保不住。沈家要的不是一个人，是整村的嘴。一仓就寝。许昭、周正德聚众抗官，伪造血书挟持证人，拿下。人证证物都在，凭什么先拿报案的人？村政再动，包庇同罪。主簿拿人，凭哪张公文？沈宅报官，你聚众闹宅，挟持证人，抢夺文带，伪造血书，煽动乡民抗气。沈宅请帖写的是咽气弹劾，不是县衙传讯。抗官，抗的是哪道官令？周家村夜巡持棍，私扣人犯，私咽田契，聚众入沈宅。周正德，你一个村正，敢替县衙断案，私设公堂。主簿说私设公堂，证呢？判词在哪儿？刑具在哪儿？谁被周家村断了罪？方先生，把验钱杯录拿出来。甲文带右下折角，带内废纸缺页，血封残页左下暗记空处，都是入沈宅前写下。周村正、田老四、栓子皆见过。伪造的人不会提前封录，更不会挂假带引人来偷。他翻墙进灶房，奔的就是造墙。带口旧绳双扣，他摸得比我还熟。绳在，带在，人在。主簿要拿，先把这些写进案卷。方才少东家亲口说黑衣人自作主张，与沈宅无关。既与沈宅无关，沈宅报官说我挟持沈宅证人，挟持的是谁？进门不接道，不看绳，不问庆贵侯商，先拿报案人。这是办案还是灭口？好，血书可入案再验。书立，许照、周正德、田老四、栓子，姓名年龄一一登记。青绳、假带、认错文、血字纸封入县衙案卷。3日后，
现堂审契。西澳7户田以原始账簿田契源流为准，谁拿得出谁说话，拿不出便按沈家契面归属。3日哪够？少东家，北边旧义仓烧起来了，旧井旁也着了，井棚残屋全烧了。案中人不得擅离。旧义仓起火，一仓旧井也烧。沈其账若毁在这半刻，是火烧的，还是大人拦的？周家村救火，相约有令，火起不救，烧到哪家算哪家。谁敢拦全村救火，谁担！我先去旧义仓。赵哥，北边火大！大人也记下，旧义仓起火时，你在沈宅拦人。只有皮，没有心。火不是从账上烧起，是从外面烧给人看。赵哥，有人被15帮跑了，向旧义仓看守。账若真烧，他背什么跑啊？再进一步，我就烧了他！同学们们！先保字，没字就什么都没了。没记号，没田亩，没年月，这纸上堂就是废的。废纸，沈宅不会冒险来抢。清溪纸坊，这纸不便宜。赵哥，拿来了许家旧宅契、周家旧押契，还有3户能翻出来的。这半夜不是沈宅随手记账，他和押契房验过的契书走的是同一路。这里留其凤印，这里留代书落名，右半缺的就是契号、原主、田亩、年月。马文宝当年说只是代写，他若只是代写，账上不会写过手，过手押宝，能说银钱从谁手里过，契书从谁手里验。马文宝现在在哪儿？马文宝，3日后献堂，谁让你作证？献学谁？名字？这印不是沈宅的，齐凤印官契才用。赵哥，他说的不是沈家。沈家在台前，写这局的人在后面。县衙快到了。马文宝死在这里，不是意外，有人在等他死。
许昭会血气，会做账，如今杀了马文宝，正好灭口。尸还没验，血路还在，你们怎么先知道他死在我手里？血是从旧传道拖进来的，不是从这里流出去的。你脚下那道官靴印，比我们进窑前还深，伤口窄，血入，刀锋薄。田老四拿的是棍，我腰上的短刀刃口宽，划不出这个口子。这些话留到堂上说。封尸。马文宝临死说了，献血、书生不是少东家。献血，读书人的地方，怎么会干这种事儿？献血都下场了，咱们还搞什么？封尸！谁在阻拦？一并锁了。现在去哪儿？清洗纸坊的纸，县城只有一家铺子进货。清洗纸坊，跑什么？告诗，不如先告他们写好的这张纸。我只替纸铺送纸，钱是明镜斋门口一个青衣人给的，他袖口有块白玉坠。现学明镜斋，谁戴白玉坠？白玉坠，明镜斋就一个人带那东西。陆承烟，教义最看重的鲁生。这东西是县衙门前贴出来的。赵哥，这字儿真像你写的，连收笔那点下坠都学了。县尊有令，明日献堂，先审瓦窑杀人灭口案。许兆若不到堂，便是畏罪潜逃。何不村7户通拿。明日真上堂？上，先审我，正好先审他们这支笔，仿得出字，仿不出为什么写。别让许兆进祠堂，他若进来，明日咱们7户都得陪他下狱。许兆，你救过咱们，可我家还有2个娃，县衙说同拿，不是吓唬人。献堂拿人，谁替我家老娘进牢？现在绑他送县衙，你以为县尊会夸你忠义？明日第1条就写河坡7户夜里私刑，串供灭证。若我真杀了马文宝，畏罪写状，第1句该求什么？求这张纸没有求清，没有求活，也没有求别牵连7户，上来便写煽动乡民扰乱县堂，私藏旧器，这是认罪状还是县堂判词？写他的人不是求命，是替县堂铺路。许兆，你说他们拿过你的真稿，这东西不就是？许兆早就写文聚众，让7户同进同退，戴罪状像他的字儿，有什么稀奇？章程是真的。完了，咱们真被他写进去了。我认章程，不认罪。现在该问的是，这份章程当初只给过7户族老和周家留底，怎么从村里进了仿笔人的手里？县衙告示刚到你就掏出来，火还没烧完，刀已经递上。你袖子上有指挥。栓子，去救粮仓，水柳后那间空屋，梁缝里有补章和签名单，拿回来。抓贼！跑县城，你倒是熟路。判词不是证据，明日他们也能说是我们夜盗现学文书伪造印记。那抓他有什么用？至少知道明日堂上不会审案，他们明日要审的不是案，是一篇已经写好的判词。汽油周叔拿，
7户轮流盯，谁都不能单独碰。冯小爷绑手不堵嘴，带上糖，他若跑，便证明有人怕他开口。栓子户指封和带罪状副本，别贴衙役，贴田老四。瓦窑命案嫌疑许照到。